你去死吧！死了我就跟你结婚。明夜，你不要走啊！走开！去死吧！这是乌鸦最渣的一次。由于在火拼中败给了红星，于是就跑路到了内地。可他离开的时候，却抛弃了即将临盆的女友。小兰生下孩子后，心灰意冷。7月14这天，他换上一身红衣，抱着孩子为乌鸦殉情。转眼间7天过去，老徐跟2个朋友也来到了这里，他想要找人练习他的绝招。在吃饭的时候，恰好看到了小兰为乌鸦殉情的新闻，老徐也为小兰不值。我早就说了，出来玩玩就算了，还谈什么感情？你看这不害人吗？话音刚落，老徐突然感到内急，朋友好心提醒他：天黑呀，小心点儿。在去厕所的路上，老徐见大妈差点摔倒就要帮忙，可大妈的眼神却让老徐毛骨悚然。老徐见势不妙，急忙躲进厕所。等他出来的时候，2个朋友决定单独行动。他们离开的时候，老徐再次见到那个大妈。不是撞鬼了吧？就在此时，多年不见的老同学突然出现，并且热情邀请老徐住在自己家里。来到老同学家以后，老同学接了一个电话就离开了。你先睡吧，我很快就回来了啊。没法使出绝招的老徐只能去睡觉。可到了半夜，他突然被诡异的声音吵醒。老徐起床查看，发现家里来了一个女人，她自称是老同学的妹妹，叫小兰，约老徐明天早上一起回香港。老徐总感觉哪里不对劲，可又找不出原因。转眼间来到第2天，老徐如约而至，眼看时间快到了，小兰才姗姗来迟。诡异的是，他让老徐先上船，他一会就到。老徐很是疑惑，因为船快要开了，他现在不上船，一会怎么上来？就在老徐东张西望地寻找小兰时，小兰早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坐在了他的旁边。老徐想问小兰什么时候来的，小兰却自顾自地睡着了。下船以后，2人就坐上了出租车。小兰表示自己要去荃湾。在车上，小兰提醒老徐千万不要相信老同学的话。老徐并没明白他的意思，司机看了一眼后视镜，就知道车上有不干净的东西。真的。就在此时，小兰突然提出下车，老徐急忙追了上去，想要问个明白。可转眼间，小兰已经消失不见。司机见这么邪门，就把老徐丢在了半路上。画面一转，来到酒吧，此时的乌鸦已经另结新欢。经过一轮拼酒后，乌鸦扛不住了，来到了厕所放水，结果看到一个红衣女人，他刚要追上去，就被同伴拦住。你进来吐啊？这么小看我？出去再给你们喝。喂，我们也要放水啊！那你们慢慢放吧。出去见啊！从厕所出来以后，乌鸦遇到了老朋友钟发白。钟发白见他印堂发黑，就知道他最近要撞鬼，于是便好心提醒。可乌鸦连关2哥的供桌都敢掀，根本不信这一套。随后便回去继续跟朋友拼酒，可那个红衣女人却时不时地出现在眼前。拼酒获胜后，乌鸦就回了家，可刚刚那个身影却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。结果他一睁眼，竟然真的看到了前女友。原来小兰这次并不是寻仇，他只是想要一个名分，让乌鸦帮自己和他们的女儿立个牌位。乌鸦立刻答应，小兰也没有纠缠，消失不见。可乌鸦转身就请来了钟发白。钟发白转了一圈后，掐指一算，就发现了不对劲。他知道乌鸦并没有说实话。你老实说，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没有，见到的我都说了。既然这样，我帮不了你了。你没本事就直说嘛。临时抱佛脚，也许还能帮你。随后乌鸦便根据钟发白的指点，到佛具店请了一尊佛回来。等小兰再次出现的时候，乌鸦直接亮出了佛像。小兰伤心不已。为什么你们男人说话总是不算数的呢？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。就在此时，乌鸦的现女友冬梅突然出现，乌鸦急忙拿佛像对着冬梅，佛像却被冬梅一把摔碎。这下乌鸦可就惨了，他一路被小兰驱赶着来到了天台。乌鸦在后退时脚下一滑，从楼上摔了下去。这下他们一家3口终于能团聚了。本片将男人的不负责演绎到了极致。乌鸦眼看女友即将临盆，他却一心抽身，拒不负责。走投无路的小兰抱着幼女跳楼自尽，母女亡魂归来索命，只求一个灵位名分。男主自知理亏，请来钟馗神像辟邪，妄图以法器躲避亏欠，可人心亏欠远非神像能挡。故事惊悚外壳之下，撕开90年代港式渣男逃避感情与责任的丑陋嘴脸。比起直白的鬼怪惊吓，最阴冷的从来不是厉鬼，而是薄情寡义、始乱终弃的人心。本片整体节奏压抑悲情，用中式英灵复仇的民俗设定，完成一场对情感负心者的审判，警示观众情债难躲，亏欠终有偿还之日。我是小 K，我们下期见。